第4章红海。1月29日，西兰岛消失在地平线上，鹦鹉螺号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在马尔代夫群岛和拉克代夫群岛之间的复杂航道中穿行。它甚至沿着基坦岛航行，这是一块由珊瑚虫纲形成的陆地。1499年被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也是拉克代夫群岛19个主要岛屿之一，位于北纬10度至14度30分，东经69度至50度72分之间。那时，我们已经从日本海的起点航行了16220英里，也就是7500里格。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鹦鹉螺号浮出水面时，看不到陆地。我们向西北偏北方向航行，朝着阿曼湾驶去。阿曼湾位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之间，是波斯湾的入海口。显然，这是一条死胡同。尼摩船长要带我们去哪里？我不知道，这让加拿大人很不满意。那天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船长想带我们去的任何地方。他的奇想不可能把我们带得很远。加拿大人回答说，波斯湾没有出口，如果我们进去，很快就会原路返回。好吧，那我们就回去，内德朋友。如果波斯湾之后，鹦鹉螺号想去红海，那么曼德海峡总是为它敞开的。如果我告诉您，红海和海湾一样封闭，您也不会发现什么新东西。苏伊士地峡还没有开凿，即使开凿了，像我们这样神秘的船只也不会冒险通过那些有水闸的运河。因此，红海不是带我们返回欧洲的路。我没说过我们要回欧洲。那么，您认为呢？我认为，在参观了阿拉伯和埃及这些奇特的地方之后，鹦鹉螺号会再次沿着印度洋向南航行，也许会穿过莫桑比克海峡，或者沿着马斯克林群岛航行，到达好望角。到了那里之后呢？加拿大人特别执着地问道。然后我们将进入我们还不了解的大西洋。啊，内德朋友，您已经厌倦了这次水下旅行吗？您是否厌倦了海底奇观不断变化的景象？至于我必须说，结束一次很少有人有机会进行的旅行会让我非常难过。阿隆纳斯先生，您知道吗？我们被囚禁在鹦鹉螺号上快3个月了。不，内德，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既不数日子，也不数小时。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在它应该结束的时候，而且我们无能为力，争论也是徒劳的。如果您对我说，我们有一个逃跑的机会，我会和您讨论，但现在不是这样。而且老实说，我不认为尼摩船长会冒险进入欧洲海域。通过这段简短的对话可以看出，我这个鹦鹉螺号的狂热爱好者已经化身为其船长的角色了。内德兰德用一段独白结束了谈话。他说，这一切都很好，但在我看来，有愤怒的地方就没有快乐。在接下来的4天里，直到2月3日，鹦鹉螺号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深度在阿曼湾航行。它似乎在随意航行，好像在犹豫该走哪条路，但从未越过北回归线。在离开这片海域时，我们短暂地看到了马斯喀特，阿曼最重要的城市。我惊叹于它奇特的外观，它坐落在环绕它的黑色岩石之中，房屋和堡垒的白色在岩石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我看到了它清真寺圆形的穹顶、尖塔优雅的尖顶，以及清新翠绿的露台。但这仅仅是一瞥，鹦鹉螺号很快就沉入了那些地区幽暗的水中。然后，它以6海里的距离，沿着马哈拉和哈德拉毛的阿拉伯海岸航行，以及其连绵起伏的山脉，上面覆盖着一些古老的遗迹。2月5日，我们终于进入了亚丁湾，这是一个真正的漏斗。
插入曼德海峡的瓶颈，将印度洋的海水引入红海。2月6日，鹦鹉螺号在亚丁可见的情况下航行。亚丁高耸在一个海角上，海角由一条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像一座难以进入的直布罗陀。其防御工事在1839年被英国人占领后重建。我瞥见了这座城市的八角形尖塔。根据历史学家伊德里希的说法，这座城市过去曾是海岸上最富有和商业最发达的地方。我原以为尼莫船长到达这一点后会掉头返回，但我错了。令我惊讶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第二天，2月7日，我们驶入了曼德海峡，在阿拉伯语中译为泪水之门。它的宽度为20英里，长度仅为52公里。对于全速前进的鹦鹉螺号来说，穿过它几乎只用了1个小时。但我什么也没看见，甚至连英国政府在亚丁加强了防御工事的毗邻岛也没看见。太多往返于苏伊士至孟买、加尔各答、墨尔本、波旁岛和毛里求斯的英国或法国轮船穿梭于这条狭窄的通道，以至于鹦鹉螺号不敢在那里露面，因此它小心翼翼地保持在2层水域之间。中午，我们终于航行在红海的水域中。红海，圣经传说中著名的湖泊，几乎不受雨水滋润，没有重要河流汇入，遭受着持续不断的蒸发，每年水位下降1.5米。这是一个奇特的封闭海湾，如果完全与外界隔绝，具有湖泊的特点，也许会完全干涸。在这方面，它不如它的邻居里海和死海，那里的水位只下降到其蒸发量恰好等于其接纳水量的程度。红海长2600公里，平均宽度240公里。在托勒密和罗马皇帝时代，它是世界主要的商业动脉，地峡的开凿将恢复它昔日的重要性。苏伊士铁路已经部分恢复了这种重要性。我甚至没有试图理解是什么样的奇想促使尼摩船长带我们进入这个海湾，但我毫无保留地赞同鹦鹉螺号驶入其中。船只保持中等速度，时而在水面航行，时而潜入水中以躲避船只，因此我能够观察到这片奇特海域的两面。从2月8日清晨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摩卡。这座城市如今已成废墟，城墙在炮声中纷纷倒塌，只有零星的几棵绿色棕榈树守护着它。这座城市过去曾一度辉煌，拥有6个公共市场、26座清真寺，其城墙由14座堡垒守卫，形成了一条3公里长的防线。然后，鹦鹉螺号靠近非洲海岸。那里的海水更深，在那里，在像水晶一样清澈的2层水域之间，通过打开的舷窗，我们可以欣赏到壮丽的、闪闪发光的珊瑚林，以及覆盖着绚丽绿色藻类和盐藻的广阔岩壁。这是何等难以形容的景象！在与利比亚海岸接壤的那些平坦的礁石和火山岛屿上，有多少种不同的景色和地貌啊！但是，那些树枝状的珊瑚在东部海岸展现了它们全部的辉煌。鹦鹉螺号很快就沿着那里的海岸航行，那是特哈马海岸。在那里，那些直行动物不仅在海平面以下繁茂生长，而且形成了风景如画的缠绕，延伸到水面以上10英寻的高度。这些比水下的更为奇特，但色彩同样鲜艳，它们的清新则由潮湿的海水保持着活力。我在客厅的玻璃窗前度过了多少快乐的时光啊！在我们的电灯的照耀下，我欣赏了多少新的海底动植物标本：伞菌状的菌珊瑚、石板色的海葵，如海星海葵，笛状的管孔珊瑚，仿佛只等着潘神来吹奏。还有那些红海特有的贝类，它们栖息在珊瑚虫缸的洞穴中，其底部盘绕成一个短小的螺旋。最后，还有上千种我以前从未观察到的多孔动物，
也就是普通的海绵。海绵动物纲是珊瑚虫类生物群中的第一个纲，正是由这种用途不容置疑的奇特产物所构成的。海绵并非植物，尽管一些博物学家仍然这样认为，而是一种最低等的动物，一种比珊瑚更低等的多孔动物。它的动物属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甚至不能同意古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海绵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生物。尽管如此，我必须说，博物学家们对于海绵的组织方式尚未达成一致。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珊瑚虫，而另一些人，如米尔恩、爱德华兹，则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物种。海绵动物纲包含近300个物种，它们分布在许多海洋中，甚至在一些河流中也有发现。在那里，它们被称为淡水海绵，但它们最喜欢的水域是地中海、希腊群岛、叙利亚海岸和红海。在那里，这些细腻柔软的海绵繁殖生长，其价值高达50法郎。叙利亚的金色海绵、巴巴里的坚硬海绵等等。但由于我不能指望在黎凡特的港口研究这些执行动物，我们与那里隔着无法逾越的苏伊士地峡，所以我只能满足于在红海的水域中观察它们。当鹦鹉螺号以平均8-9米的深度缓慢地掠过东海岸美丽的岩石时，我把孔塞伊叫到我身边。那里生长着各种形状的海绵，有柄的、叶状的、球状的、纸状的，它们相当准确地印证了渔民们赋予它们的那些富有诗意的名称，如篮子、圣杯、纺锤、鹿角、狮爪、孔雀尾或海神手套。渔民们比学者们更具诗人气质。从它们那覆盖着半流质胶状物质的纤维组织中，不断有细小的水流溢出，这些水流在为每个细胞带来生命之后，通过收缩运动被排出。这种物质在多孔动物死亡后会消失并腐烂，释放出氨气，于是只剩下那些构成家用海绵的角质或胶状纤维，它们呈现出粉红色，并根据其弹性、渗透性或抗浸泡性的程度而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这些珊瑚虫附着在岩石上、软体动物的贝壳上，甚至水生植物的茎上。它们覆盖着最小的洞穴，有些横向生长，有些向上生长，或者像珊瑚状的增生物一样悬垂着。我向孔塞伊解释说，海绵有2种捕捞方式，用拖网或用手。后一种方法需要潜水员，比前一种方法更可取，因为它能保护珊瑚虫的组织，从而使其保持更高的价值。与海绵动物一起大量繁殖的其他执行动物，主要包括一种非常优雅的水母。软体动物则以鱿鱼的种类为代表。根据奥比尼的说法，这些鱿鱼是红海特有的。爬行动物则以属于龟鳖目的玳瑁为代表，它们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了一道鲜美健康的菜肴。至于鱼类，它们数量众多，而且常常引人注目。以下是鹦鹉螺号的渔网最常捕获的鱼类：鳐鱼，其中包括呈椭圆形、泥土色、身体布满不规则蓝色斑点的犁头鳐，它们以其双重锯齿状的毒刺而闻名；背部银白色的蛇鳟，尾巴尖锐的黄鲷鱼，以及在水中波浪般游动、长达2米的大型蝠鲼，完全没有牙齿的无齿参，一种类似鲨鱼的软骨鱼。背鳍末端长有1英尺半长弯曲棘刺的单峰驼香豚，蛇鳗，真正的银尾裸胸鳝，背部蓝色，胸鳍黑色，边缘灰色。鲳鱼，一种带有金色条纹、点缀着法国3色的比目鱼，4厘米长的石手鱼，装饰着7条美丽黑色横带、蓝色和黄色鱼鳍以及金色和银色鳞片的华丽深鱼。尖吻鲈，头部黄色的金带飞鲤，鲷鱼、龙头鱼、鳞豚、虾虎鱼等等，以及我们在已经穿过的海洋中
常见的其他上千种鱼类。2月9日，鹦鹉螺号在红海最宽阔的部分航行，该部分位于西海岸的苏阿金和东海岸的昆富达之间，直径为190英里。中午，在确定位置后，尼摩船长登上了我所在的平台。我暗下决心，至少在探明他未来的计划之前，绝不让他下去。他一看见我就走近我，友好的地给我一支雪茄，说道：“怎么样，教授？您喜欢红海吗？您是否观察到它所蕴含的奇观，它的鱼类和直行动物，它的海绵花园和珊瑚森林？您是否瞥见了建在它岸边的城市？”是的，尼摩船长，鹦鹉螺号为这项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多么智能的船啊！是的，先生，智能、大胆，而且坚不可摧。它既不惧怕红海可怕的风暴，也不惧怕它的洋流或暗礁。的确，这片海域被认为是其中最危险的海域之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古代它的名声非常糟糕。确实如此，阿隆纳斯先生。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不高。斯特拉波说，当埃特夏风劲吹和雨季来临时，它尤其凶险。阿拉伯人伊德里希以科尔祖姆湾的名字描述它，说许多船只在它的沙洲上失事，没有人敢在夜间航行。他说，这是一片常有可怕飓风的海，布满了荒凉的岛屿，并且无论在其深处还是在其表面，都没有任何好处。在阿里安、阿加塔奇德斯和阿尔特米多罗斯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看法。看得出来，那些历史学家没有乘坐鹦鹉螺号航行过。是的，尼摩船长笑着回答，在这一点上，现代人并不比古代人高明多少。人类花了几个世纪才发现蒸汽的机械动力，谁知道100年后，我们是否会看到第2艘鹦鹉螺号呢？进步是缓慢的，阿隆纳斯先生。确实如此，您的船领先了它所处的时代1个世纪，甚至可能好几个世纪。多么可惜，这样一个秘密必须随着它的发明者一同逝去。尼摩船长没有回答我，沉默了几分钟后，他说：“您刚才提到古代历史学家关于红海航行危险的说法。”还是的，在的，我回答说，但他们的恐惧是否有些夸大了？是也不是，阿隆纳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说，他似乎对他的红海了如指掌。对于一艘装备精良、结构坚固、凭借可靠的蒸汽动力，能够掌控航向的现代化船只来说，这并不危险。但对于古代的船只来说，却充满了各种危险。我们必须想象一下最早的航海者，他们驾驶着用棕榈绳缝合的木板制成的船只，用捣碎的树枝填塞缝隙，并涂抹鲨鱼的油脂。他们甚至没有仪器来确定航向，只能在他们几乎不了解的洋流中凭直觉航行。在这种情况下，沉船事故很多，而且是必然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往返于苏伊士和南部海域的轮船已经不再需要害怕这个海湾的愤怒了。尽管有逆向的季风，他们的船长和乘客在出发前不会举行祭祀仪式，返回时也不会头戴花环，身披金色饰，带去神庙感谢神灵。我同意，蒸汽似乎已经抹去了水手们心中的感激之情。但是，船长，既然您似乎对这片海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您能告诉我它的名字从何而来吗？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解释，阿隆纳斯先生，您想知道一位14世纪编年史家的看法吗？非常乐意。这位富于幻想的编年史家声称，他是在以色列人过海之后得名的。当时法老在因摩西的呼喊而重新合拢的海水中丧生，作为这个奇迹的标志，大海变成了红色。他们没有想到别的，
就称它为红海。船长，这是一个诗人的解释，但这并不能让我满意，所以我请您谈谈您的个人看法。好吧，是这样的。在我看来，阿隆内斯先生应该把红海这个名字看作是希伯来语以东义词的翻译。如果古人给它起了这个名字，那是因为它水域特有的颜色。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清澈的海水，没有任何特殊的颜色。毫无疑问，但是当您向海湾深处前进时，您会察觉到这种奇特的效果。我记得曾见过托尔湾完全是红色的，就像一个雪湖。您认为这种颜色是由于某种微观藻类的存在造成的吗？是的，这是一种紫色的粘液物质，由一种叫做毛树藻的微小植物产生，4万个这样的植物才能占据1平方毫米的空间。当我们到达托尔时，您或许会遇到它们。这么说，船长，这已经不是您第一次乘坐鹦鹉螺号穿越红海了。的确如此。那么，既然您之前谈到了以色列人过海和埃及人的灾难，我想请问您是否在水下发现了那次重大历史事件的遗迹？没有，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什么理由？摩西带领他所有人民经过的地方，如今沙土堆积得如此之高，以至于骆驼几乎都无法浸湿他们的蹄子。您会明白，我的鹦鹉螺号在那里没有足够的水。那个地方位于苏伊士稍往上的地方，在过去形成一个深邃河口的支流，当时红海一直延伸到苦湖。现在，无论那次通过是奇迹与否，事实是以色列人穿过了那里，到达了应许之地，而法老的军队则在那里覆灭了。因此，我相信，在那些沙滩上进行挖掘，会发现大量埃及来源的武器和工具。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希望考古学家迟早会进行这些挖掘。当苏伊士运河建成后，新的城市将在这片地峡上建立起来。这条运河对于像鹦鹉螺号这样的船只来说确实没什么用处。是的，但对全世界都有用。尼摩船长说，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在红海和地中海之间建立联系对其商业活动的益处，但他们没有梦想开凿一条直接的运河，而是以尼罗河为媒介。根据传统说法，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很可能是在塞索斯特里斯统治时期开始修建的。可以肯定的是，在耶稣基督诞生前615年，尼科着手修建了一条由尼罗河水供给的运河，穿过面向阿拉伯的埃及平原。这条运河航行需要4天，其宽度足以让2艘3列桨战船并排通过。它由大流士西斯塔斯普之子继续修建，并可能由托勒密2世最终完成。斯特拉波说它曾用于航行，但由于其起点靠近布巴斯提斯和红海之间的坡度很小，所以1年中只有几个月可以通航。这条运河一直服务于商业，直到安东尼王朝时期，后来被废弃、淤塞，之后在哈里发奥马尔的命令下得到修复，最终在公元761年或762年被哈里发曼苏尔彻底堵塞，以阻止物资运抵反抗他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拿破仑将军在远征埃及期间，在苏伊士沙漠中发现了这些建筑的遗迹，并因潮汐而受惊，在到达哈贾罗斯前几小时险些丧命。而哈贾罗斯正是摩西在3000年前扎营的地方。好吧，船长，古人不敢尝试的事情，即连接2个海洋，这将使加的斯到印度的航线缩短9000公里。莱塞普斯已经做到了，它很快就会把非洲变成一个巨大的岛屿。确实如此，阿隆纳斯先生，您有权为您的同胞感到骄傲。他是一个比最杰出的船长
更能为一个国家增光添彩的人。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一开始也遇到了阻碍和拒绝，但他凭借着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志力，取得了成功。令人遗憾的是，这项本应是国际性的工程，足以使一个王国名垂青史，最终却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才得以完成。因此，荣耀归于莱塞普斯。是的，荣耀归于这位杰出的公民。我回答说，对尼摩船长刚刚使用的语气感到惊讶。不幸的是，他继续说道，我不能带您穿过苏伊士运河，但您可以在后天看到塞德港的那些大型码头，届时我们将在地中海了。在地中海？是的，教授，您感到惊讶吗？令我惊讶的是想到我们后天就会在那里了。真的吗？是的，船长，尽管自从我登上您的船以来，我应该习惯于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了。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因为鹦鹉螺号如果想在后天到达地中海中部，在绕过非洲并绕过好望角之后，它必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航行。谁说我们要绕过非洲？谁提到过好望角？但是，除非鹦鹉螺号在陆地上航行并越过地峡，或者从下面，阿隆纳斯先生，从下面。是的，尼摩船长平静地回答说，很久以前，大自然就在那片陆地下完成了人类今天在其表面上所做的事情。什么？有一条通道？是的，一条我称之为阿拉伯隧道的地下通道。它从苏伊士稍往下的地方开始，到培留喜阿姆湾结束。但是，这个地峡不完全是由流沙组成的吗？在一定的深度是的，但是在50米深处只有坚固的岩石。您是偶然发现这条通道的吗？我越来越惊讶地问道。偶然和推理，教授，而且更多的是推理，而不是偶然。我听着您说，船长，但我难以相信我所听到的。啊，我的朋友，有耳却听不见，向来如此。不仅存在一条通道，而且我已经使用过好几次了，否则今天我就不会冒险进入这个死胡同了。请问您是如何发现那条隧道的？这是否有些冒昧？我的朋友，船长回答我说，在永远不会分开的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秘密。我忽略了他的暗示，准备听尼摩船长的叙述。教授，是一个博物学家的简单推理引导我发现了这条只有我知道的通道。我观察到在红海和地中海中有许多种类完全相同的鱼类，蛇鳗、鲳鱼、茱莉亚鱼、鲈鱼、银汉鱼、飞鱼。确信了这种现象后，我便思考两个海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如果存在，那么由于水位的差异，地下水流必然会从红海流向地中海。于是，我在苏伊士附近捕捞了大量的鱼，在它们的尾巴上套上了一个铜环，然后把它们放回了海里。几个月后，在叙利亚海岸，我再次捕获了一些带着它们特有标记的鱼，两个海洋之间的联系就这样得到了证实。我用我的鹦鹉螺号寻找它，发现了它，并冒险穿过了它。不久，教授，你也将穿过我的阿拉伯隧道。